大家好，我是布莱德瑞。不知道大家是否曾见过这张图片？被放在玻璃瓶子里的这颗头颅，就是葡萄牙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迪奥戈·阿尔维斯，同时他也是葡萄牙倒数第2位被执行死刑的罪犯。很多人都误以为他是最后一位，但其实不是。葡萄牙最后一次执行死刑是在1846年，大约6个人被判处死刑。至此以后，葡萄牙就开始分阶段废除死刑，分别于1852年废除了政治犯的死刑，1867年废除了除军事罪行以外的所有罪行的死刑，1911年废除了死刑。但是在1916年，由于葡萄牙加入了第1次世界大战，因为战争的因素，葡萄牙再一次恢复了有关军事犯的死刑。但随着1976年的葡萄牙出台了新宪法，死刑又一次被废除。阿尔维斯出生于西班牙加利西亚的一个贫困家庭，小时候从家里的马上摔了下来，撞到了头，因此获得了潘克达的绰号。潘克达在葡萄牙语里面就是打击的意思。19岁时，父母送他到葡萄牙里斯本工作。当时的里斯本是加利西亚人的热门目的地，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赚外快。他在这里开创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当过马夫、男仆，最后升到了马车夫。他在多次换工作并且不再给父母写信之后，他便开始酗酒和赌博。他认识了小酒馆老板玛利亚·格特鲁德斯。玛利亚与烟草厂工人萨拉瓦结婚，但他们分开居住。玛利亚带着2个孩子。据说正是与玛利亚的相识，才让阿尔维斯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在追求他的同时，他开始抢劫和杀人。玛利亚也参与了他的犯罪，并帮助阿尔维斯毁尸灭迹。于此，他获得了第2个绰号——渡槽杀手。1836年，他调到自由水渡槽工作。自由水渡槽于1748年建成，为城市供水。这条水路长度不到半英里，为的是让郊区的居民和农民能够从上方穿过村庄，进入到里斯本的市中心。正是在这条路上，许多毫无戒心的过路者遇到了阿尔维斯。尽管许多长途跋涉来到里斯本的人不过是来里斯本卖庄稼的农民，但阿尔维斯还是把他们作为目标。据流传下来的故事说，他以某种方式获得了渡槽内廊的复制钥匙。傍晚时分，在渡槽附近与他们碰面，然后抢劫他们。抢劫之后，阿尔维斯就会把他们从60米的高处推下，这样既可以避免被认出，又可以将死亡伪装成自杀。他的这一伎俩最初成功地掩盖了罪行。据了解，他这样做了至少6个月，但是不清楚他用这种方法究竟杀害了多少人。死者的尸体上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渡槽的入口也被堵住了。由于受到看守，当地警方误认为他们都是自杀。在所谓自杀浪潮不断上升之后，渡槽通道被关闭。在此期间，已有70多人死于阿尔维斯的手下。虽然渡槽上的杀戮事件可能已经停止，但是阿尔维斯组建了一支凶残的劫匪团伙，以里斯本市较富裕的居民为目标。在那之后，私人住宅中的入室盗窃事件开始增多。直到有一次，阿尔维斯团伙在当地一名医生的家中抢劫杀人时被发现，阿尔维斯随即被逮捕并判处死刑。1840年2月20日，这一天是个星期四。在同年的2月28日，第454期的《O Eco》报纸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相关报道称，上午6点30分，被告从利莫埃多监狱被带上法庭。到了早上8点，法庭里座无虚席。庭审团由12名陪审员组成。与预期相反，法院并不认为渡槽事件与阿尔维斯有关，而是因其他罪行判处他死刑。主要指控是1829年9月26日至27日夜间，在佛罗雷斯街
佩德罗·安德医生的家里抢劫并杀害了不包括安德医生在内的4人，他的妻子和他的3个孩子。与杜草事件不同的是，由于这起案件中的医生家庭出身高贵，才引起了警方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更多关注。阿尔维斯团伙一共9人，另外8人分别为曼努埃尔·洛尔金·达希尔瓦，绰号撕裂之嘴，他是一名鞋匠，也是一名退伍军人，在军队中他是一名鼓手。诺昂·达斯·佩德拉斯，绰号掘墓者，加利西亚人，是阿莱格里亚温泉的工人。何塞·克劳迪诺·科埃略，绰号舞者，是一个美发师和戏剧爱好者，来自特拉茨奥斯蒙特斯。诺昂·玛利亚，一个青铜器卖家，也是丰特圣塔区的警察局长。安东尼奥·马丁斯，绰号财务主管，在帕塞约的一条步行街上担任收银员。玛利亚·格特鲁德斯，绰号葡萄藤，小酒馆老板。科斯梅德·阿劳霍，加利西亚人，是阿莱格利亚温泉的工人。费尔南多·巴莱亚，加利西亚人，是一名工人。庭审持续了23个小时，21名证人受到了询问。玛利亚的11岁女儿玛利亚达·孔塞桑的审讯引起了公众的特别关注，大家都希望她能够说明阿尔维斯下手如此残忍的原因。据她说，虽然已经过去了6个月，但她仍然清晰记得9月26日晚上10点，阿尔维斯如何带着4块毒嘴的布离开了他们的家。在此之前，阿尔维斯曾多次召开帮派会议，讨论如何进入到安德医生的家里。他们通过阿尔维斯的侄子安东尼奥·马丁斯，也就是那个财务主管，让阿尔维斯的叔叔，也是安德医生的仆人曼努埃尔·阿尔维斯成为他们的同谋。那天晚上，安德医生不在家，他的2个女儿艾米莉亚和维森西亚以及当时在科因布拉学习的儿子约瑟夫在家。当时他们正在吃晚饭，这时他们的仆人，也就是共犯阿尔维斯的叔叔，示意让阿尔维斯和3名帮派成员进入了房子。他们每个人对付1名受害者。佩德拉斯想先掐死安德医生的儿子，但他用餐刀进行了反击。然后阿尔维斯用手枪枪托击中了他的头部，约瑟夫倒在了地上。其中1名女孩冲到窗前呼救，但阿尔维斯也将她甩到了地板上。最后，除了安德医生的妻子，阿尔维斯单独对付他以外，孩子们都被杀害了。他的3个孩子就在他眼前被杀害，紧接着阿尔维斯也将其残忍的杀害。阿尔维斯锁上了门，因为这样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搜刮钱财和贵重物品，包括保险箱中的银子。他们打开保险箱的门，切开袋子，取出钱和珠宝。这些战利品被带到了马丁斯的家，阿尔维斯的叔叔已经在那里了。马丁斯建议阿尔维斯杀死他的叔叔作为额外的证人。10月8日，警方在阿尔维斯租用的房子的院子里发现了大约30天前被埋在那里的阿尔维斯叔叔的尸体以及被盗的珠宝。尸体的双腿从膝盖以下被砍掉，放在胸前。据证实，埋尸体的人是佩德拉斯，就是那个掘墓者。他与阿尔维斯一起杀死了他的叔叔。1840年7月15日，下达的法庭判决写道：阿尔维斯、马丁斯、佩德拉斯和席尔瓦作为杀人犯被判处绞刑，其余人被判处终身流放非洲殖民地。只有舞者科埃瑞没有被终身流放，而是被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掘墓者佩德拉斯鉴于他供述充分，减刑为无期徒刑。1841年2月19日，阿尔维斯被绞死，许多人走上街头，看他从利莫埃多监狱被带到东条码头附近的脚架上。在他被绞死之后，为了研究他的大脑，阿尔维斯的头颅被砍下，并且保存了起来。他被保存在一个玻璃瓶子中，直到现在还浸泡在福尔马林之中。